男人怎么也想不到，眼前这个身材像超模一样的女孩，竟是自己阔别7年200斤的胖妹女友。而让他更想不到的是，自己以前只和她 play 了一次，女人竟偷偷给他生下一个女儿。原来男人曾是校草，家世显赫，清冷似雪，而女孩却是所有人都嘲讽欺负的胖妹。所有人都不明白他俩为何会在一起，然而只有男人知道，那次 play 让他再也对别的女人提不起兴趣。此时的尼乌僵硬地站在门口，男人穿着白大褂坐在电脑前，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，整个人带着金贵冷峻的感觉。尼乌的脸一瞬间失去了血色，女儿岁岁有心脏方面的问题，一直定期复查。今天他挂的是专家董主任的号，结果董主任出会诊了，他就按照护士的建议改了号。呆愣了几秒后，尼乌匆忙低头戴上口罩，一瞬间他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想带着女儿离开。这时男人的声音低沉又清晰地传来，进。裴怀玉抬起头看向门口的方向，透过镜片眼底带着淡淡疏离。对视的那一秒，尼乌呼吸紊乱，28岁的他跟21岁穿着白衬衣的少年重合又抽离，曾经 Lestar 的高岭之花，却跟一个200斤的胖妹谈了一段地下恋。裴怀玉同人漆黑沉静，手指轻扣桌面，你按是吧？病历我看一下。尼乌恢复了如常，面色依旧苍白。他没有认出自己，因为他现在叫尼乌，早就不是7年前的程青淼，也不是曾经那个200斤的胖妹。女儿走过去，坐在椅子上让他听着，靠得近了，淡淡冷冽的气息让尼乌又熟悉又陌生，只能下意识地按住了女儿纤细的肩膀，余光不由得落在男人的脸上。他戴着眼镜，斯文清俊，白大褂里面是白色的衬衣，给女儿听诊的时候很认真，偶尔蹙了下眉，然后对她说，日常多留意，尽可能这2、3年准备手术，费用你应该了解过。裴怀玉扫了一眼面前女人手臂上挽着的包，提手处磨损起皮，洗得发白的牛仔裤，她穿着打扮很普通，一笔高昂的手术费似乎很难拿出，这样的事情在医院里面很常见。但是今天裴怀玉却不由得多看了对方2眼，瘦高挑，皮肤很白，戴着口罩扎着一个低马尾，乍一看很年轻，但是女儿都6岁了，几缕黑发温柔垂落颈间，看上去淡淡柔柔。女人垂着眸，站在女孩身后，像是一个雕塑，也像是一个守护者。对方从进来就没说几句话，裴怀玉微微皱眉，以为对方是挂了董老师的号，觉得自己太年轻不满意，于是说，如果对我的诊断有意见，我可以把你的号转到儿科，现在儿科的徐主任应该还在。女人沉默地点了下头，低声说了一句打扰了，然后收拾着摊在桌面上的病历，带着女孩走了。裴怀玉看着对方的背影，眉心折痕不由得重了一下，接着推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，继续工作，连着看了2个病人。裴怀玉短暂的休息了几分钟，煮了一壶水，接了一通高中班长卢展鹏的电话，这个月20号班级聚会，咱们班只要在松城的都确认要来了。前几年你在国外，今年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不能不来。裴怀玉微微张嘴，我到时候看看时间，排班表还没下来。大忙人啊，我们组织了这么多次同学聚会，就你跟程青淼2人次缺席。提起程青淼，那端的班长说个不停，那个程青淼你还记得吗？大学毕业之后跟人间蒸发了一样，你还记得他吗？喂，裴怀玉你在听吗？信号不好吗？我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？桌面上的热水壶沸腾发出嗡鸣，溢出来的热水将桌面上纸被打湿。坐在位置上的男人一直保持着接通电话的姿势，他英俊的面容沉静，镜片之下的眼底却波澜凌乱。诊室的门是开着的，经过的护士慌忙走进来，哎呀，水都洒了。裴医生你没事吧？裴怀玉回过神，他站起身几步走到了窗边，拿着手机的手指骨节有些发紧。他一直没参加过同学聚会吗？男人的语调平静，只是一双眼眸深了起来。谁啊？你那边是不是信号不好？班长又喂了一声。程青淼啊，没呢，联系不上人。班长又说了什么？裴怀玉却无心再听。上午还有3个号，他努力地调整了一下状态，终于结束一上午的工作。他拉开了抽屉，拿出一支钢笔，黑色的笔身都掉了漆，他拿在手里摩挲了几下，又妥善地放在抽屉里面。迷雾带着女儿坐着公交，他的大脑思绪纷飞，不由得回想起7年前那次聚会，那是裴怀玉的生日，那个时候的迷雾也是这样，满心喜悦地来到包厢门口，里面的嬉闹刺耳。我超，四哥脖子上是吻痕啊，你不会跟那个胖妹睡了吧？四哥你认真的吗？你真的跟那个胖妹谈了？还不是因为那个胖妹不择手段，用出烟的事儿威胁四哥，要不然四哥怎么会跟一头肥猪恋爱啊？接着是裴怀玉的声音，那年的程青淼这辈子都不会忘掉。玩玩罢了，我下个月就出国了。他站在包厢外，红了眼睛，心脏疼得要窒息。裴怀玉出生于顶级豪门世家，尼雾也从未奢求过跟他有什么后续，他也一直知道他会出国。今天是裴怀玉21岁的生日，尼雾也准备给他庆生之后就结束这一段关系。那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恋，在冷言冷语中化作了飞灰。他送给他的礼物，一枚黑色钢笔，他兼职2个月攒的2000块，却被他的朋友们戏称哪里来的廉价品，不会是那个胖妹送的吧？四哥什么时候也用这种垃圾货了？妈妈！忽然，女儿抓住了他的手，摇晃了一下。迷雾从窒息的回忆中回过神，他抱住了女儿，看着这张跟裴怀玉有几分相似的脸。妈妈，今天给我看病的那个医生叔叔是爸爸吗？看着女儿明亮清澈的眼睛，迷雾猛地愣住了。对于缺失的父亲角色，女儿的内心很敏感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也慢慢知道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，成了一个不攻自破的善意的谎言。迷雾的抽屉里面有一张跟裴怀玉的合照，女儿见到过，但是迷雾没想到这么小的女孩能记到现在。迷雾也并没有想到，在这个城市，他会带着女儿遇见裴怀玉。迷雾怔了2秒，告诉他不是，但是那个叔叔跟爸爸长得好像啊。迷雾哑然几秒，只是像罢了。
回到家，倪物敲开了楼下陈奶奶的房门。陈老太独居在这里，性格很是古怪。2年前，倪物要给女儿办理幼儿园入学，手续出了问题。正好这个时候，他偶然认识了陈少安。陈少安的爸爸重病，他想找个人闪婚，然后闪离满足爸爸想要见到儿媳妇的心愿。他因为公司调动要出国，于是倪物为了女儿入学，跟对方闪婚闪离，也给女儿上了户口，去见了陈少安的爸爸。老爷子当天晚上就走了。陈老太知道自己的儿子跟人闪婚闪离，也气得不行，但是也知道儿子的孝心，让老头子走的没有遗憾。马上离婚后，陈少安出国工作，陈老太一个人住在这里。见倪物一个人带着女儿，就让她住在阁楼上，正常交付房租。但是有一次她吃坚果被噎住，是倪物救了她。自此之后关系就亲近了不少。倪物去厨房准备午餐，他冰箱里面有提前冷冻的水饺，很快的煮好了。陈老太走到了厨房内，岁岁都大了，尽快把手术做了，要是没钱我给你就好了，就当是借的。倪物很感谢陈老太的好意，但还是拒绝了。下午倪物刚到公司，便被同事告知令总监有请。令诗轩是设计总监，更是倪物的顶头上司。倪物敲门走进办公室的时候，令诗轩正在打电话，等了10几分钟，令诗轩才挂了电话。倪物，设计部上次交上的设计稿被甲方打回来了，重新改完，下周之前必须交上。你们的设计稿太保守了，加上一点猎奇的题材，多点黑暗刺绣等等。令总监，一堂的品牌理念就是气质优雅，面向的是30家市场。你是总监还是我是总监？令诗轩直接打断了他的话。倪物回到了工位，将修改方向跟几个同事说了一下，顿时哀嚎声一片。坐在倪物对面的齐路忍不住皱眉，那令总监什么审美啊？这歹毒的审美每次都是我们来补救，人家好像是红3代，来 Alan 当服装设计总监不过就是来玩的。嘘，你们小点声吧。倪物忙到很晚，岁岁用陈老太的微信给他开视频，告诉他已经吃晚饭了。梦玲经过的时候还跟视频里面的岁岁打了个招呼，心里再次感到震惊。这张胶原蛋白漂亮的脸，像是刚刚大学毕业，哪里像是个孩子妈？拍了一下倪物的肩膀，行了，你快回家陪女儿吧，我们再加班半小时也回去了。手机再次响起来的时候，倪物已经上了地铁。万宁给他发了一串长语音，倪物点了转文字：你们高中同学聚会，班长卢展鹏联系不上你都找到我了，打听你的消息，我就说我也不知道。但是你知道现在都怎么传吗？都说你死了。呸呸呸！不过你现在就算是站在他们面前，他们都不敢认了。又瘦又漂亮。倪物沉默了几秒，回了一句：那就让他们当程青苗已经死了吧。没有人喜欢程青苗，他改名换姓也是想跟以前的自己告别。万宁发了一句：我听说啊，裴怀玉也会去，他好像回国了，你要不要去？不过你现在这样子，他应该也认不出来。倪物的手指顿了一下，回过去2个字：不去。晚上10点，倪物躺在床上，打开洛辉的 QQ， 顿时发出一阵噔噔声。打开99家的班级群，往上翻了一下，预料之中没有人提及到他。以前在班里的时候，他也是个空气，但是却是不容忽略的空气，因为他很胖，围绕他身边的声音就是胖妹、肥猪、水桶。他哪怕是什么都不做，都会有人窃窃私语，而裴怀玉的名字却是群里最多被提及的。他无论在哪里都是人群中的聚焦点，围绕他的名字永远是天之骄子，跟自己是2个极端。点进去他的头像，头像很古早，一晃到了下周6，忙了1周，最后一堂那边的负责人还是要了第1版设计原稿，签了合同，打了款，按照令诗轩改的第2版自然被打回来了。虽然令诗轩不高兴，但是总裁风行难请大家晚上一起吃饭。倪物本不想去，但是这种集体的庆功聚会，他也推脱不了。晚上7点左右，包厢里面一起举杯庆祝，倪物也喝了2杯。与此同时，隔壁包厢的同学聚会，裴怀玉姗姗来迟，包厢里面都是高2、3班的同学，起哄让他喝酒，他摇了下头，薄唇噙着淡笑说不能喝，怕晚上随时被叫去医院。几个女同学红着脸，拿出手机偷偷拍照。听说你在心外科，平时累不累啊？说话的女生红着脸，是当初班里的校花齐月，一脸羞涩的笑看向他，明眼人都看出齐月对他有意思，起哄了几声，齐月的脸色更红了。而他的旁边恰好还有一个位置，裴怀玉点了下头，径直走到单人沙发上。他下午有个媒体采访，穿的比较正式商务，此刻脱下黑色西装，随手搭在椅背上。男人略疲倦的捏了一下眉心，下意识的看了一眼手腕的表。他对周围的同学兴致淡淡，来参加同学聚会也不过是卢展鹏再三邀约，而裴怀玉也恰好有这个时间。齐月有些失落，卢展鹏递了个玻璃杯过来，里面是水，谢谢。男人客气的疏离，我们都是老同学了，客气什么？2人寒暄了几句。卢展鹏家里是做家具生意的，早年跟裴氏企业也有合作，他也很想跟裴怀玉处理好同学关系。虽然裴氏目前的掌权人是裴家长子裴云贤，裴怀玉现在不插手家族生意，但是到底也是裴氏的小公子，而且谁都知道裴云贤是裴家收养的，只有裴怀玉才是亲儿子。裴怀玉来的不算最晚，还有几个人没来。每次推开门有人进来的时候，他总是抬起头下意识地看过去。男人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期待什么。最后一名同学来的时候是个女同学，卢展鹏带着头起哄对方喝酒，那女同学也很爽快，喝了2杯果酒。有人调侃陆丽丽，你怎么胖成这样了？是啊，刚刚都没有认出你来，你胖了几十斤吧？听到胖这个字，裴怀玉抬起头，黑眸划过一丝不经意的失落，他莫名的胸口有些烦躁。倒了杯酒喝下，优越的五官带着一层雅致疏离，让周围芳心暗动的女同学想要靠近，又不敢过去搭讪。齐月咬了咬唇，端着酒杯走过去，裴怀玉，我有个亲戚心脏不是很好，你什么时候门诊？我带着我亲戚去。面前的光被挡住，裴怀玉皱了皱眉，
他抬眸淡淡的扫了一眼对方，扯了下唇角，下周的号满了，病重可以加号。这样啊。齐月还想多问什么，但是见对方神情淡淡，有些失落的回到位置上。卢展鹏主持今晚的同学聚会，官方话说的敞亮，然后他还给每位同学准备了一份小礼物。哎，你们谁能联系上程青淼啊？给他发个快递。裴怀玉今天累了一天，喝了点酒，酒精在大脑里面发胀，单手撑着闭目假寐，听到这个名字，大脑却像是被拉了警铃一样，瞬间清醒。程青淼，那个胖子吗？我还记得，他高中跑名800米，跑完那副狼狈的样子啊，哈哈。说话的叫彭浩宇，忽然止住了声音，因为他对上了一双清冷深沉的眼眸，冷厉如风，像是猛地被扼住喉咙一样。彭浩宇悻悻地闭了嘴，但是周围同学的议论声还在不断。忽然有个女同学犹豫地开口：“程青淼啊，我听说他好像死了。”顿时，包厢内诡异地寂静了几秒。啊，死了？怎么会呢？难怪他一直没来参加同学聚会呢。我给他私聊发消息也不回。原来已经有人唏嘘地叹息了几声。是真的，那是6年前了。我外婆身体不舒服，我去医院就看到她身形枯瘦，但肚子这么大，这么大，里面应该是个肿瘤。说到这里，女同学唏嘘了一下，好可怜的。周围似乎都因为这个讨论，空气沉寂了几秒。然后有人问了裴怀玉一句：“咱们班不就有县城的医生吗？裴怀玉，你说那程青淼肚子里面有个肿瘤，是不是绝症了？我记得程青淼家里也没钱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联系不上他，是因为他已经不在了。”众人看向裴怀玉，男人愣住了。包厢里面，光线直晃晃地打在裴怀玉的脸上，他平静得像是雕塑，指尖捏着的烟马上就要烧到了手指。他猛地站起身，弯腰捡起掉落在地面上的西装，面容依旧淡漠，但是眼底一片暗色翻滚。医院临时有事，我先走了。男人走得很快，似乎一步不想在这里多待。卢鹏宇追上去，发现男人很快就不见了，只好折回包厢。这个时候，包厢里的一个女同学犹豫了一下，开口，声音很轻，但是却瞬间让包厢里面陷入沉静。你们难道没有听过一个传闻吗？程青淼跟裴怀玉都是 S 大的，在大学里面在一起谈了3年地下恋。这话惊掉了众人的下巴，包厢里瞬间又炸开了锅。裴怀玉走到拐角，转弯的时候迎面撞上来一个人，对方声音纤细，喊了一声哎呀，身体不住的踉跄了几步。迷雾本能的想要抓住什么，等他稳住身形反应过来站稳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抓住的是男人的衬衫。对不起，他下意识的道歉，抬头看到一张熟悉的脸，唇色猛地白了一下，他没想到竟然又见到他了。世界这么小吗？裴怀玉说了一声抱歉，无心顾及他，大步离开。他现在脑子很乱，需要找个地方冷静一下。空气中淡淡冷冽的香气散尽了，迷雾还是站在原地，垂眸看向地面，一枚男士袖扣散落在地，迷雾捡起来，下意识的转身朝着裴怀玉离开的方向追过去，走了几步，猛地顿住。相见不相识才是最好的关系。迷雾回到家，躺在床上，看着被他放在床头柜上的袖口，手指轻轻的摩挲着。他的习惯好像并没有改变。一道手机铃声打断了迷雾的回忆，是外婆打来的。迷雾只有这么一个亲人，他想着等工作稳定一点，把外婆接回来住几天。聊了几句，挂了电话。迷雾把袖口放在了一个密封的包装袋内，妥善的放好。这周带着女儿去医院定期复查的时候，也避开了裴怀玉的号。裴怀玉每周2坐诊，迷雾就周1或者周3去，不是没有再撞见过。医院这种人员密集的地方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匆忙跟疾病的哀愁疲倦。迷雾戴着口罩，牵着女儿的手走入电梯，电梯内人满为患，有护士喊了一句裴医生，身后传来低沉的嗓音。迷雾握紧了女儿的手，只觉得裴怀玉就站在他身后，他几乎可以感受到他呼吸起伏的声音。然后到了3楼，电梯门打开，迷雾去06诊室外排队，看着裴怀玉走入了08诊室。妈妈，你的手心里面都是汗。碎碎忽然抬起头，摇晃了一下他的手，迷雾淡淡的垂帘眼眸，松开手，他也看到自己的掌心都是盈盈的汗水。每一次跟裴怀玉重逢，他都会不由得紧张。即使迷雾知道裴怀玉不会认出自己，但心中难免不泛起波澜。他把他在晚风里遗落的那枚袖口放在了导医台。晚上的时候，他去了一趟侧卧看了女儿。碎碎睡得正熟，他跟裴怀玉长得很像。迷雾又看向镜子里面的自己，没有人能把现在的他跟7年前那个胖子联想起。在松城这个常住人口过千万人的一线城市，匆匆相遇不过就是1秒路人。晚上裴怀玉回到裴家吃饭的时候，裴老先生冷哼了一声，一边的裴夫人看向自己这个小儿子怀玉，这周3跟令家千金见面，你怎么没去啊？裴怀玉嗯了一声，你嗯是什么意思啊？裴老夫人揉着眉心，那令家小姐令诗轩很漂亮的，小时候还经常来我们家玩。令老先生跟你外公还是战友，你见面了解一下，你都快30岁了。裴怀玉皱了下眉，既然如此，您安排就好，我先上楼。说完就起身。裴老夫人看着小儿子的背影，捂着胸口。裴老先生叹了一声气，略感无奈。刚吃完饭，裴怀玉已经换好了衣服准备外出。妈，医院临时通知一场手术，我先过去了。裴老夫人还没反应过来，人已经走了。餐厅里面的裴成军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儿子，天天满心思都在医院里面，这才回家有1个小时吗？一声不吭就走了，谁家千金愿意嫁给他？吼什么？裴老夫人掏了掏耳朵，就我儿子了，跟你没关系是吧？怀玉也是对病人负责啊。裴怀玉从医院回家是晚上11点半了，一条奶白色的长毛金毛慢悠悠的跑过来蹭他。裴怀玉伸手拍了一下金毛的脑袋，倒了杯水，回到了书房。风吹乱了桌面上的书籍跟一些资料，男人弯腰一一捡起来，上面是他近期查阅的一些病例资料。引起腹部巨型肿胀的因素有很多，这些病例资料看得他双眼胀痛疲惫不堪。男人取下眼镜捏了一下鼻梁，却无法缓解。
看了一眼手机，卢鹏宇今天上午给他发了个消息，我去问了万宁，他是以前隔壁2班的，跟程青淼的关系最好，他也说联系不上对方。裴怀玉看着这一行字，最好的朋友也联系不上了。接着打开了 QQ 群，48个人，大部分都备注了姓名，只有6、7个号没有备注。此刻他看着那6、7个 ID 一一的添加，不过几分钟就有3个同意的，说着一些寒暄客套又谄媚的话，这些都不是程青淼。第二天的时候，另外3个号也都同意了，无一例外都不是他。最后一个灰色的头像，裴怀玉盯着这个头像看了一会儿，点开空间也没有什么有效的信息，头像是个有些傻气的少女网图，跟现在格格不入的图，他几乎可以判断这就是程青淼了。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，裴怀玉又看了一眼手机，依旧没有通过他的好友添加，他又加了一遍。迷雾是1周后的某一天，偶然打开了 QQ， 看到了裴怀玉的好友申请，他吓了一跳，差点把手机扔出去，然后看到他在自己的空间里面7进7出，天天都有他的访问量。迷雾看着这条好友申请，装作没有发生。但是这一周，裴怀玉时不时的拿出手机，每天都点开这个古早软件看看他的空间。这个好友申请就这么石沉大海。程青淼的头像是灰色的，仿佛这个软件多年不用了，又仿佛他或许真的已经死了。裴怀玉在跑步机上快速的奔跑，多巴胺的分泌让他短暂的回避着这个答案。他不想相信程青淼已经死了。又是一个门诊的午后，短暂的休息时间，裴怀玉拿出手机注册了一个新的 QQ 号，冒充季思阳再一次申请添加好友。季思阳是高28班体育文员，算是当年学校的风云人物了。裴怀玉曾经看过程青淼跟万宁去找季思阳送过情书。那天下午，程青淼脸颊红红的，下楼梯的时候挽着万宁的手蹦蹦跳跳的，仿佛刚刚经历过什么很喜悦的事情，给季思阳送一封情书罢了。至于开心成这样吗？裴怀玉承认，冒用季思阳的名义加程青淼的 QQ， 确实没什么仁义道德。他刚刚也是心血来潮鬼使神差，如果他同意，不就说明他还活着吗？他的心里有根刺，拔不出咽不下，一直在身体里会发炎。这根刺奇怪又复杂的伴随了他7年。这7年间，其实他梦到过程青淼几次。他大4上学期时候要出国，约他去了酒店放纵了1天1夜。那天的程青淼很配合，起初他跟他在一起，确实是一场意外，但是慢慢的，他好像上瘾一样。其实裴怀玉自己也发现了，在这方面的事情上有某些怪癖，他不爱在床上，而且喜欢看他哭的样子，会格外的刺激他。程青淼是胖，但是他一个爱运动健身的大男人，抱起来也不吃力。他马上要出国，给了程青淼一张卡，里面有20万。他拿了钱，裴怀玉还是挺高兴的，因为平时他给他买了不少，他每次都不想要，还是他说不要就丢垃圾桶，他才会收下。那个时候，他趴在自己怀里，浑身的肌肤泛红。他说让他拿着钱买点自己喜欢用的东西，他还温柔的说好。可没想到出国没1个月，裴老夫人给他打电话，说家里收到了一个快递，是给他的，他就说先放着吧。出国之后那半个月，裴怀玉水土不服，躺在床上头脑昏昏胀了一段时间。他没联系程青淼，程青淼也没有联系他。等到他给程青淼发消息的时候，发现对方拒收了，才知道自己被拉黑了。他觉得可笑又可气。一直到了过年的时候，裴怀玉回国，一个大包裹的快递就放在他书房里面，寄件人上面写着一个程字。裴怀玉一边解开一边觉得呼吸不畅，打开之后他愣了，里面是跟程青淼交往的这3年多的时间，他送给程青淼所有的东西，包括所有的转账，他都汇集在一张卡上寄了过来。每一样东西程青淼都按照金钱比例分文不少的放在这里，包括送给他的包手链、项链和腕表，加起来70来万，崭新的，他一次没有背过带过。裴怀玉看得头疼，胸口憋闷，一脚踹翻了纸箱，里面的东西零零散散的滚出来，还有买过的没用过的2盒 TT 散落出来，落在他脚边，好像是在嘲笑他是个傻波一样。他分得干干脆脆，好像不愿有一丝牵扯，抬脚踩在了一个长着蜜蜂翅膀的粉色兔子上。裴怀玉记得这个小玩意程青淼特别喜欢，那是他们在电影院抓娃娃机里面他抓到的。程青淼拉着他手臂撒娇说很喜欢这个兔子，连这个丑玩意都送回来。那晚上裴怀玉气得给他打电话，发现那端成了空号，他分得干干净净，分文不要，也消失得干脆。这7年，裴怀玉再也没有听过关于他的消息，只知道他后来忽然休学了，也消失了。他学业忙，学医狗更是忙得脚不沾地，再加上当时他大哥接管了裴氏，他主动退出争夺继承权，不想伤了兄弟情，也短时间内不想回国了。程青淼成了他心里的一根刺，裴怀玉自己都说不清楚这根刺是什么时候插进去的。他讨厌，又默认了这根刺的存在，平时的时候没有影响，发作起来却没有征兆。下午上班，裴怀玉正在开车，忽然一个人影冲过来，他猛地踩下急刹车，停稳之后立刻下车查看。女孩坐在地上，黑葡萄一样的眼睛还带着未散的惊恐，怀中紧紧地抱着一只小土狗。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他弯腰把女孩抱起来，立刻帮她检查，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。小女孩似乎被吓到了，眼睛红红的，怯生生地开口：医生叔叔，我没事，你看看小狗怎么样？刚刚差点被你的车压到了。圆滚滚的小土狗，约莫2、3个月大，趴在女孩怀里。裴怀玉皱着眉，面前的女孩有些眼熟，他没想到自己对只见过1次面的病患有这么好的记忆力。你知不知道刚刚的行为有多危险？如果我没有及时刹车，后果很严重的。他左右看了一眼，只有女孩一个人。你爸爸妈妈呢？碎碎咬着唇。碎碎，一道女人的声音响起，伴随着跑步的声音。迷雾跑过来，抱住了女儿的肩膀。碎碎，你没事吧？妈妈，我没事。小狗也没事。掌心里面这一点点火辣辣的擦伤，但是不要紧。碎碎伸手抱着泥雾的脖颈，泥雾心慌意乱。今天周六，他带着女儿来 KFC， 他去取餐，转身女儿就不见了。然后他听到刹车声，心脏都差点要停了。幸好女儿没有事，
抬眸看向裴怀玉，倪雾咬了一下唇角，瞳仁轻轻地颤了一下，两人的目光对视。倪雾站起身，侧身挡在了碎碎面前，心脏砰砰地跳动。他张了张唇，有些哑然。明明那个男人就在2米开外，倪雾却觉得眼前开始模糊，有种静止的眩晕感。上车，带你女儿去医院检查一下。他看着面前的女人，跟老母鸡护鸡仔一样挡在女孩面前。倪雾说：“不用了，不用麻烦了，我会带着孩子自己去的。”与此同时，倪雾也松了一口气。他这么说，就说明并没有认出自己。裴怀玉上了车，按了一下喇叭，透过车窗看着窗外的人：“我是外科医生，很多车祸没有明显的外伤，往往内伤更严重。如果有什么事，我会负责。”此刻，他不由得多看了一眼车外的女人，浅蓝色的裙子像是一朵静谧的蓝色百合，不知道是蓝色显白还是怎么。裴怀玉眯了眯眼睛，只觉得对方白得刺眼，很年轻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6、7岁孩子的妈妈。他觉得眼熟，但是他不会开口询问。倪雾带着女儿上了车，去了医院，要做个胸腹 CT。裴怀玉就抱着碎碎走进去，有医生调侃：“裴医生，你女儿啊，长得可真像。”倪雾紧咬了一下唇，一直低着头，没有看裴怀玉的表情。面对同事的调侃，裴怀玉只是淡笑了下。裴怀玉不愧是医院的明星人物，他走到哪里都是焦点。倪雾跟在他身后，一直垂着眸，那些视线也落在他身上，一路上都能听到：“裴医生怀里的小女孩是谁啊？旁边那个女的是他女朋友吗？”裴医生喜欢这种类型的。一整个下午，碎碎做了一堆检查，就膝关节手腕有些软组织挫伤。倪雾也松了一口气，他对着裴怀玉说：“麻烦你了，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，如果你女儿有什么事，可以联系我。”倪雾垂眸看着那张名片，目光也落在男人修长干净的手指上，他接了过来，道了谢，拉着碎碎的手离开。刚刚走了几步，身后传来男人清雅的嗓音：“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？”倪雾的步伐一顿，裴医生应该忘记了，我女儿有心脏病，前段时间我带着女儿挂过您的号。男人淡淡的勾唇，瞳仁眯了一下，我还不至于这么健忘。倪安妈妈。倪雾听到这个称呼，抬眸看了他一眼，男人冷峻的脸上，漆黑的眼底深邃，看得他心头一跳。